各位朋友，廟小妖風大，池淺蛤蟆多呀！國民黨百年大將綱，處處都是趙少康啊！這不是趙少康和鄭麗文的口水戰啊，是升級之後呢，這又有一個重量級的人物跳出來了，誰呀？孫中山的野孫子，不是孫中山的外曾孫，就是那個叫丁宇的啊，叫丁宇呢，以前呢也是非常的囂张的，现在呢说是什麼不分區立委的提名人啊，提名人就不是正式的，各位是吧？那鄭麗文還不把他撤嘍？我希望您站出來鄭重道歉。鄭麗文主席，我希望您為你前天48個小時以前公然公開祭拜，就是這個孫子啊，那個孫中山的外曾孫啊，他出來開地圖炮了，朋友們啊！5月18號，將矛頭同時指向了鄭麗文與趙少康。他在當天的發言中火力全開啊，對這兩位進行了無差別的猛烈攻擊。針對近期深陷閉門培訓課言論風波的黨主席鄭麗文，丁宇直接扣帽子，嚴厲譴責鄭麗文，稱其不要只是欺負自己人，欺負賴清德啊，並警告其不要妄想2028年的大位。對於近期與鄭麗文交惡的趙少康啊，這個野孫子同樣沒有留情面，他將趙少康比作戰國時期只會紙上談兵的敗將趙括。他指出趙少康選市長敗，選大位副手敗啊，選總統副手敗的意思，甚至是敗到連黨主席都不敢選，其政治表現令人失望。在他看來，鄭麗文與趙少康兩個人本質上都是自私自利的政客，半斤八兩，不僅無法團結藍營，反而會阻礙台灣發展的絆腳石。除了這個人身攻擊，丁宇也借機對近期引發國民黨內訌的軍購案發了尖銳的看法。此前，鄭麗文提出了3800億加 N 的務實版本，而趙少康等人則主張8000億。雙方的爭執不休。丁宇直言，無論是鄭麗文的3800億，還是趙少康的8100億，本質上都是裝模作樣，以拖待變，充滿了政治的算計。他犀利的解讀，鄭麗文版本中的 N 其實就是沒有的意思，而趙少康8100億則是事半功倍，難怪會被外界嘲諷為趙一半。丁宇強調，這兩位政壇笑話提出的軍購版本不僅無法保障防務，反而成了安全的破口。面對藍營的持續惡鬥，丁宇發出了極其嚴厲的警告。他質問鄭麗文與趙少康，你們在政治圈這麼久，有什麼實際貢獻嗎？他指出，兩個人一天到晚只會讓台灣蒙羞扯後腿，是標準的政治算計者。他最後喊話，鄭麗文跟趙少康就是台灣最大的亂源，你們還有良心的話，請改邪歸正，不然就退出政壇，不要再阻擋台灣的未來。他強調，他從政的初衷就是要終結政治惡鬥，團結台灣社會。他認為化解藍綠鬥爭最好的辦法，不是另外成立第三勢力，而是要從國民黨內部進行徹底改造，幫助國民黨找回正義感，進而攜手民進黨。哎呦，這個野孫子真敢說呀！好吧，這是一個掀桌子的發言了啊！這個果然呢，池淺蛤蟆多呀。孫中山的野孫子都不裝了，要把國民黨改造成民進黨，瞧見了沒有？所以鄭麗文現在的處境，我不是說嘛，極其危險這個時候呢，黃光芹名嘴黄光芹也認為鄭麗文現在呢，那是相當的困難。他唱衰說鄭麗文快不行了趙少康趙8000幫的力量大，大戲又上場了我一直認為說趙少康跟鄭麗文之爭是遠推至去年選黨主席的時候就激烈對峙，然後一直到軍購特別預算，還到這一波，我覺得那個是前兩拖
的延續，所以那個兩個戰鬥藍哦，而且兩個都是非常戰狼性格啊。然後老趙是精神領袖，是黨外的，他永遠都是非主流了。那鄭麗文你再怎麼說，不管他的民意基礎啊，我常講嘛，黨意不等於民意。但是呢，你說國民黨已經是破落戶了，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大黨，在野第一大黨，10年沒有拿到執政，哦，你說他家大業大也沒有說錯，但是比起以前還敢嗆家大業大，那也很少見，哦，那就沒有自知之明了嘛，或者是沒有關照過以前那段歷史啊。但是他畢竟是實質的黨主席。實質的黨主席跟實權黨主席又不一樣，他想做實權的黨主席，我們看他很生硬的，在每次碰到衝突的時候，有曾經祭出過黨紀，但是呢，他是實質的黨主席沒有錯，他有任期保障的，而且你看他在提名以及這一次的軍購特別預算，他積極的用黨主席的身份角色跟力道介入，可是他是不是一個實權的黨主席，這個有待考據，因為實質並不等於實權，兩個差距在哪裡？就是說你要看他令可不可以出黨中央？你說他令出黨中央，怎麼不行？不行，因為你看這一次軍購特別預算，他的令就不出黨中央。但你說要下到哪裡去？權力如果跟民意機構結合，他的黨意、黨令可以直接貫穿整個代議士所謂的民意殿堂的話，那代表他某些程度啦，是可以下達的，就是令可以出黨中央的。那現在為什麼磕磕絆絆，而且很大的力道，跟所謂的多數？我講的還不是主流民意哦，不是黨外的這個所謂的要行使投票權的這個主流民意哦，我講的是在他們黨內都不見得是主流民意，所謂的不符合主流黨意啦，因為他處處碰壁，處處碰到挑戰嘛，唯獨就是說原先選黨主席那沒辦法啦，因為他結構性的問題，他的封閉式選舉他就很僵化。你不管誰當黨主席，沒有人要去改的，所以最經典的就是朱立倫對上張亞中嘛。張亞中就是女版的鄭麗文的路線，對不對？所以一個選朱立倫，一個選張亞中，就這一群比較是新黨化的這一群支持者他們就壓張亞中。那現在鄭麗文出來，張亞中就沒有市場，在他們黨內，只有那一場，我們說黨意不符合民意。那這裡我是抓到黨意，黨意是什麼？80%就是黃復興，所以他貫徹他的實質領導權的時候，他就只有用黃復興做後靠。那黃復興他必須擺一個在他的身邊，那他最明顯的就是這個所謂的副主席。那你看即便是在兩岸這邊奔走的有一段時間的蕭旭岑，這次不是他開第一槍反倒是黃復興開第一槍啊，就是針對韓國瑜的這個所謂的賣黨求榮啊，你要知道這不是隨口說說在他們那個群體裡面講到賣黨而且是針對韓國瑜這樣的人都可以出來開槍了，你就知道。那這個黨現在變成什麼路線？這個黨分裂成什麼程度？那你也知道，黃復興力挺的這個鄭麗文，他遭到什麼樣的一個衝擊？其實不一定有趙少康你想，如果是郝龍斌當選，或選市長的江啟臣，亦或是選台北市長的蔣萬安，或者是8年要任滿的侯友宜，以及你在數立委層級的這些，凡是要經過選票延續政治生命的，不像鄭麗文因為鄭麗文今天如果化身為他們同樣的一份子的話，跟以前那個鄭麗文
我覺得他或許站隊就不是現在這樣了，因為他現在帶隊，其他站隊的跟他剛好站在對立面，而那些都是要選舉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令不出黨中央，這個已經是實際的例證驗證過。他當選，你看半年就實質上驗證了。你想說啊，先前在競爭時期敵對的一定話講得很難聽，說他沒有民意基礎啊。但你沒有民意基礎，但是你有主流民意的這樣一個觸感也可以啊。你為了大局嘛，對不對？而不是為了個人的政治使命或自己的政治立場，然後你用黨權來違逆這樣的一個主流民意。所以他經過半年在軍購特別預算的時候驗證了，選黨主席人家就說可能預測有這種現象，然後在軍購特別預算，他用很大的蠻力啦，很大的蠻勁兒然後希望強渡關山嘛。如果大家有志一同，對不對？覺得你就是跟着民意走啊，這有什麼困難的？可是你如果要逆流的話，而且黨中央帶頭的話，你就看到這一次他走到前面，後面並沒有多數在跟，所以變成怎樣？覺得這個怎麼大家會違逆你？那很長一段時間的操作是跟黃國昌兩位國民黨跟民眾黨兩位黨主席，他們真的是推心置腹啦。對，那鄭麗文為什麼後來倒了呢？他不是3800億嗎？嘉恩是幌子，很明顯這不用細究了。所以後來賴士葆代表所謂跟他敵對的這一方，就是趙康他們這個朱立倫、韓國瑜、盧秀燕、江啟臣他們這個系統，包括直接指導黃龍，你的恩講清楚。可是黨內的話鬥來鬥去已經傷腦筋。但是如果最後應該稻草，如果連民眾黨都跟他們站在一起的時候，那鄭麗文大勢已去所以老趙康跟鄭麗文他們一路這樣子，你就像玻璃上那個用尖指甲去這樣咔嚓咔嚓雜音四起的時候，其實巧芯今天講說是意氣之爭，到現在有點兩個戰鬥藍是有點兩個都在鬧義氣了，而且我相信一直會鬧到2028，因為我認為是路線之爭。你就看老趙他後來講，就是叫這些參選人2026你選地方嘛，你選地方的話，你說跟這個兩岸局勢跟兩岸立場沒什麼大關係，沒有，那個地方就是最基層，你想說整個神經貫穿，他怎麼會不敏感呢？我們就一般來看的話，大家都在基層選舉啊。吳宗憲委員，你聽他怎麼講？他說今天有誰有證據指出說我過去曾經支持過3800億這個版本的話，拿出來怎麼的那你就知道過去趙康跟鄭麗文在爭執的，這邊要8000，因為美國的底線也是8000億，可是鄭麗文一直在堅持3800億嘛。最後你看，最後是鄭麗文很糗的，他去站隊了，因為關鍵在民眾黨。如果連民眾黨是最後一根稻草，如果你最後連民眾黨都不支持你的話，他必須要投降了嘛。那因為黨主席選舉這個風波，因為軍購特別預算，整個路線整個被拖扯，摧枯拉朽了。然後後來我們就看到，未來一定2026，因為老趙講一句，你要知道為什麼我定位為是路線之爭，因為老趙說。第一波的時候在對峙的時候，他說這樣子的話，2026跟2028就不用選了。如果按照鄭麗文的這個版本，按照這樣強壓的方式，鄭麗文當然相反啦。我覺得當然是路線之爭。那這次老趙嗆什麼？老趙說講不聽的啦，沒有用了，那就水囊夠細嘛。老趙的語言，趙康他說你們自己選啦，他不只講自己選，他還說你們黨團自主，你們自己幹的啦，黨中央也自己幹的啦，不要聽他的啦。這個叫什麼？你如果換出選舉的話，就一句了。我們本土，我們這個很精髓，就水囊夠細命啦。後面你看盧秀燕這些人，他們在後面做後盾，好再把它盤回來一點，
不然你說真的，如果按照這個原先的這個底牌，如果真的上路了，那為什麼國民黨的脾性啊，很容易被摸頭的？這次為什麼造反呢？沒辦法了，你如果不拉回來的話，大家都死啊，可以這麼說，對不對？他們立場也守住了，爭議沒有那麼大。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是沒有趙少康，沒有這個盧秀燕他們這些韓國瑜這些，而他們自己黨中央的派不會有一個季凌蓮的話，那你說這個年底怎麼選？2028真的不保準，因為這關又讓鄭麗文就予取予求的話，我看這個未來就門戶大開，門戶洞開了嘛，對，那國民黨徹底新黨化啦。各位，本台的名言是不是越來越得到了事實的驗證呢？國民黨的讖語就是百年大將綱，處處都是趙少康。郑主席难吶，點個訂閱吧，咱們下集再聊。